陈院长，这次教学演习，我们特意挑选了全旅最拔尖的2个营，学员编在了红方，并且协调了空军进行配合，主要是想让咱们学员呐全面而深切地体验合成营遂行多种作战任务的流程。多谢索副旅长。哎呀，红蓝双方这演习打的是挺热闹啊。不过仗打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我的学员分队啊，怎么都像没睡醒一样啊？是你们没有给他们安排打击目标啊，还是这帮小子根本就不在状态？首长，您别着急啊，放心吧，咱们学员队很快就会大放光彩。李宗伟，记住，一定要严格按照演习计划和时间节点行动。空军10点才到，等空袭完毕，咱们一营的人啊，要发扬风格。首先让步兵学院的学员们冲上山头，把红旗插上高地，明白吗？是。老三，学员分队那边什么情况？韩厅长一直在174高地待命，随时可以向山顶冲击。好。哦，对了，演习结束的时候，别忘了在现场安排人给他们拍照，尤其是把插旗的一刻拍下来，回头啊做成视频，给学员兵们带回去留作纪念啊。这样会不会不合适啊？咱们这一次和步兵学院是联合演习，那就说明这些学员兵就是咱们红方的战士。如果一直让人家在后面跟着咱们跑龙套，到最后人家不会有意见吧？有什么意见？那最后的高光时刻不全留给他们了吗？还能有什么意见啊？再说了，正因为是联合训练，那万一磕着碰着，算谁的？算你的还是算我的？副队长，咱们什么时候行动啊？这再不打，仗都要打完了。等队长命令。副队长，咱队长呢？不该问的别问，有你们发挥的时候啊！是。队长，这仗都快结束了，咱跑这儿来干嘛？闭嘴，听命令。准备行动。队长，这是导演部的车。废什么话？服从命令。行动。同志，我们是导演部的。找的就是导演部。营长，1营1连已经夺取黄前沿阵地，正在向最终目标山顶进发。慌什么？阵地丢了就丢了，这不就是他刘望元想要的表演效果吗？咱们这回是陪衬，是配角。按照剧本，好好的陪着这帮学员兵玩一玩，行吗？他这是公报私仇。当1营营长的时候打不过咱们，刚调到作训科当科长，就踩着咱们过干瘾，往自己脸上贴金。你第一天认识刘望元呢？受累啊！把人给我看好了。是。首长和同志们，演习暂停15分钟。休息之后重新开始。什么情况这是？还能什么情况？首长来了呗。连长，又怎么了？指挥所命令，休息15分钟。一会儿集体听指挥，喊口号。不是，照他刘望远这意思，要是真上了战场，也有中场休息呗。就你明白是吧？行，连长，俺就想知道，让咱们武装侦察班扛旗冲锋，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啊？
这是对咱们侦察兵的侮辱啊！行了，你就别抱怨了。人家刘科长说了，一会儿让你带着学员兵去收割胜利的果实。这人家主动伸着脖子让咱们砍，赢了又有什么意思啊？按说，要仗都这么打，还不如回家种地来的实在呢。哎，班长，话不能这么说，回家种地屈才，咱得给刘望远当演员，是不是？哎，饶命！饶命！饶命！班长脚下留情，都知道您这金右脚当年踢出过连长来的，这要是给我踢题干了，怪不好意思。那你就再给你多补几脚。去。哎呀，陈院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梁副军长，开完会之后马不停蹄赶过来，你看，结果还是晚了。你看，你我之间就不必那么客套了吧？哎呀，你是个大院长，到我们一线来，平常我是求之不得的啊。说不客套，说不客套，还是免不了俗。坐。王军长知道你的脾气，没有派别人，由我全程陪同你，行不行？啊、这样好，咱们老伙计又是老同学啊，这样也容易交流。哎，现在什么情况？怎么休战了？报告，师长，我怕您错过最精彩的部分，所以特意让演习暂停了15分钟。左田，你开什么玩笑啊？打仗还能暂停啊？严重违规，知道吗？是。陈院长是步兵指挥的专家，你真是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是首长，下次一定改正。陈院长，您别见怪啊。理解理解，接下来那就该怎么演习就怎么演习，只是别让我的学员分队闲着就行。是。同志们，我们营在革命征途当中战无不胜，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强敌，奔赴新征途的壮阔前路。我们有没有信心？营长，刘望远在干嘛呀？首长来了，他不得表现表现，要不然还是他刘望远吗？营长，反正都是输了，既然首长来了，咱们好歹挣扎一点，不能死得那么难看。横竖都是个数，挣扎个什么劲呢？报告营长，导演部来人了。让个进来。是。张营长，我们是导演部的，专程赶来向你传达梁副军长最新命令。请讲。咱们这么干行吗？这可是违反纪律的。出任何事我担着。可是。经判定，红方打击无效，蓝方战损为0。报告。说。首长，是这样，为了保证演习的顺利进行，所以商定严格按照演习的时间节点实施打击。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你暂停了演习。但是空军还是按约定的时间进场，来轰炸，炸的都是空地儿，看见了吗？都是空地儿，搞了这么大一场乌龙，对吗？应该是这样的。空军怎么协调的？首长，这件事我也有责任。首长，这责任全在我身上。这样演习的话，你们应该下一步训练训练，如何去投降，用什么样姿势投降更好看，对不对？不是还在中场休息吗？看到了吧？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实战。这个演习要就这么结束了，以后我们的学员就会认为这种假模假式的演习会是常态。
可你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要不你再找那个刘科长商量商量。商量个啥？这个刘科长满脑子就想表现自己。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说我们学院的人只会纸上谈兵，要是聊实兵对抗就是外行。你看看，这就是他们的实兵对抗。那咱下一步怎么办？你带队留在这里，一会儿蓝军会发起反攻，我带一小部分人执行更重要的任务。明白。第一小队，跟我走。是。陈院长，对不起，本来想让你看一场精彩的实战，结果看了一场走形的演习。你知道，你来之前我们很重视，专门协调了战斗机，结果呢，越重视越糟糕。这不演习还没完吗？啊，接着往下看呢。我说康广平啊，杨旅长不在的日子，你不能大撒把，军事上不能放松。胡闹！陈院长，走，出去透口气。等一下，刘首长，蓝军开始反击了。他们这是跑了，是不要了，老该这么打吗？过瘾！张振强是疯了吧？他这是破坏演习规矩啊！张振强，张振强，收到回话。报营长，我军发起反攻，现已夺回部分阵地。好，全体到！梁副军长下达指令，要我们拿出真正实力，认真打。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彻底消灭红军，让他们见识见识咱们二营的真正实力，也让这帮学员兵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战场。是。左江，到。你这一出是蓄谋已久，还是临时起意搞的？打得不错。快点动员，赶紧组织人员顶住！不行了，蓝军搞重启，一点准备都没有，顶不住了！怎么会？尽量顶！好，干得漂亮！报营长，我军已彻底夺回阵地，红军目前战损严重，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红军指挥车锁定了没有？我们侦察员正在锁定他的目标，一旦确定坐标，就可以立刻结束战斗。好，
把坐标马上发给1连。是。准备实施电子干扰。是。步兵学院的学员兵怎么样了？他们还真行，打得有章有法的。是吗？雷达搜索结果如何？正在搜索。毕竟，马上都是军官了，不能小瞧了他们。不过啊，他们撑不了多久了。这刘科长真不够意思，根本没分给他们重装备，都是碎型作战。现在被我们围在174高地，2排冲炮差不多了。锁定他们的位置，我要亲自给郭子健收尸。这么大气性，你跟他有仇啊？靠拢！我们现在只有15个人，没有重火力配置，所以要采取特种作战手段实施斩首。队长，你说吧，怎么办？这个地方是蓝军指挥员的帐篷，第1、第2组负责清理周边感受，第3组负责爆破破坏其车辆和通讯设备，并吸引敌方火力，第4、第5组随我直接接地作战，一定要把蓝军指挥员逼出老巢。袁龙，到！你迅速占领制高点，伺机斩首。没问题。可他们要是一直躲在里面不出来，不会的，有我在，他肯定会露面。家伙带了吧？放心吧，都带着。好，时间紧迫，出发！行动！营长，是步兵学院的学员。正愁找不着他们，自己走什么人？搜索郭子健的位置。是。营长。郭子健带着几个学员兵就想斩首我江胜强是吗？太高看自己了吧！给你个机会，出来乖乖投降，我江胜强以人格保证，我保你活到演习结束，怎么样？狙击手已清除。郭子健，你的狙击手已经被拔了，你已经没有底牌了，出来！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蒋营长，你输了。还是喜欢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啊！开枪！
单挑，正好把之前的账算一算。行啊，那就陪你玩玩。都阵亡了，别打了！谁让你开枪的？江胜强，你脑子进水了吧？啊！这导演部有专门的通信通道，你不是第一天知道吧？那怎么可能会有人跑到你那儿去直接下命令呢？说话呀！他们说是梁副军长的意思，还说梁副军长对我们的军演安排很不满意，认为我们在表演，不是实战，所以让我关闭所有通信通道，摒弃一切干扰，狠狠的打。2个学员兵就把你给蒙了，你可是咱们396旅的标兵啊，老姜，你这不是让步兵学院的人看笑话吗？他们开着导演部的车，带着导演部的标识，梁副军长也是真的刚到，演习中断了，由不得我不信。我怎么知道会有人假传军令？好了，别吵了。你还有理了是吧？好了。叫这干嘛？比个啊！这么说，这事儿真的是步兵学院教务参谋郭子健干的？对，就是他。索副旅长，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吧？咱们可是根据集团军首长的要求，这么费时费力才搞了这么一场联合演习，不就是为了让步兵学院的学员们能多体验一下实战感受吗？为此，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功课，参考了这么多教学视频，就这么完备的计划，就因为他一个郭子健，全弄成了一锅烂粥。合着把我们当猴耍呢？郭子健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他还能是为什么？出风头呗。政委，您看啊，先是让2营趁着1营不备，把1营打了个稀巴烂，然后他再带着学员兵跑去把江胜强斩首了。合着我们396旅的人全是傻子，就他一个人是英雄呗。当众打别人的脸，然后再踩着别人的脸往上爬。对，这就是他郭子健的性格。你以前就认识他？那就没跑了。他这是仗着我们处理不了他，使劲打擦边球啊！表面上看是为了学员，那实际上就是为了突出自己，回去再向学院邀功请赏呗。2位首长，这事儿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真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个人的人品
绝对是有问题的。过瘾吧？啊，首长，这不事儿赶事儿赶上了吗？什么样的事儿，能让你赶着去绑架岛条人员？啊，那不实在没辙了吗？再说了，这回您亲自出马，带队组织教学训练，这演习要就这么结束了，我们对上对下也没法交代呀。你少给我扯虎皮拉大旗。如果在院里啊，有些事儿含糊一下，我觉得还能过得去。可今天这种场合，又在人家的地盘上，你让我怎么收场啊？啊，要杀要剐，我一人承担。你说的轻巧，你承担，你一个营职参谋，全身剁干净，你才能有几两肉啊？你拿什么承担？首长，我没别的意思啊。怎么处理我都没意见，只要不连累您就行。胡扯！我陈光衍是那样的人吗？再说了，现在就是把你推出去辕门斩首，我能脱得了干系啊？嘿嘿，首长，咱们这任务不也圆满完成了吗？圆满个啥？你把人家396旅啊上上下下搅和成一锅粥了。他们演习要不掺水，我至于吗？你有种！可是我要告诉你啊，这种事儿要想收得住场子，在人家396旅的地盘上，你就得把尾巴给我夹得紧紧的啊！挨批挨骂，全都给我干咽下去。不就是开我的批斗会吗？我认。这种态度可不像认怂的样子。那是我一个人左右了战场，促进了部队实战化训练。你自己应该明白，就你绑架梁参谋这件事儿，如果给你上纲上线的话，就能就地免了你的职。这啥年代了，还上纲上线？任何年代都应该讲究组织纪律。现在有点时间，好好准备一下吧。啊，说实话，今天下午这个总结啊，他们要听的、想听的，就是你的检讨。还真检讨啊？废话，我可警告你啊，不管从什么出发点，也必须注重事实，检讨必须深刻。怎么才算深刻啊？你少跟我耍贫嘴。这个场合必须严肃认真，不仅参演部队的骨干都要参加，连集团军的梁副军长都要亲自参加的。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好，我深刻准备去了。去吧。是。今天这个会开的真的是。郭子健，还是老样子，永远靠一些不入流的手段达到目的，一点没变。这么多年没见，还是这么输不起啊？难道你就不想真打？真打？郭子健，我倒是真的希望有机会跟你好好的较量一番。到时候，你一定会是我的手下败将。到时候，希望你能有这个资格。说开头咱们要是跟二营堂堂正正的打，咱们也未必输得这么惨。啊，跟咱们开始说按照套路来，背后捅咱们一刀，有这么干的吗？俺当兵这么多年了，就没丢过这么大的人。我说，你怎么也跟着发牢骚？我倒真觉得这样是挺好的，只有这样了，才能让你们真正的明白，战场上永远都是瞬息万变，什么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如果你们当时按照战术要求做好隐蔽，怎么可能会吃这么大亏呢？不是小子儿，咱们都被人家玩得这么惨了，你咋还能保持这么好的平常心？那我问你，最后是不是咱们红军赢了？你有什么不好？可胜利是靠人家步兵学院打下来的，那有啥好啊？就是啊，那步兵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红军的一部分吧？是，人家斩首成功了，那也是因为咱们牵制了蓝军的火力，影响了江上强的判断，所以功劳、荣誉是我们大家伙一起的。这样的荣誉，俺宁愿不要。吴生，到。这就是你一个老兵应该有的态度吗？这就是你给大家伙
教导员，俺都当了这么多年兵了，还能再打几仗啊？难道就不能让俺在战场上痛痛快快的拼杀一回吗？我让你不要激动嘛。揭秘，坐。揭秘。大元，今天事儿内幕我知道了。啥事儿？快说。是学员分队队长叫郭子健搞的鬼。啥？他图什么呀？本来咱们就是内定的胜方，是他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连长，但是你想，按原来的方案是咱们赢，但这个荣誉呢是归咱396旅一营，不是他郭子健的。这回可好，他不仅玩了刘科长一把啊，码了咱们一营一道，就连索副旅长和整个导演部全成了他郭子健一个人出名挂号的牺牲品。高不高？高。高个啥？他这就是踩着咱们肩膀往上爬呢。第一次到一线，第一次参加演习，你居然被人家给俘虏了啊！首长，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导演部的人也可以这样被利用。难道演习就可以毫无规则可言吗？哪能呢？破坏规则、违反纪律，部队一定会处分的。但是你啊，一片赤子之心，象牙塔里待久了。上这么一堂课对你来说，不是什么坏事。这样的课可坏了。这就好比是在足球场上殴打裁判，跟那样的性质差不多。哎，那你想想，如果在足球场上明目张胆的犯规，裁判视而不见，那么对于想踢一场高质量比赛的运动员来说，把裁判抓出来出气，有什么不对啊？老师，您一直教育我1是1，2是2。而且396旅的演习计划是他们自己拿的，我们只不过是辅助导条。您这么护着他，没道理吧？当然了，这叫情有可原，但是罪不可赦。我这么说，你满意了吧？基本满意。但是气还没有全消。你放心吧，这口气我一定替你出了。陆军训词我就不背诵了，免得有人脸红。郭参谋，就事论事啊，没必要把陆军训词这么大的帽子甩出来压人。好，就当陆军训词是顶大帽子。那么请问，为什么不能把这顶帽子拿出来压一压那些不思进取的人？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旗帜鲜明地昭示我们应当进取的方向呢？郭子健，到，检讨就是检讨，好好说话。是。我承认，在这次演习中，我的行为的确出格了。我认真检讨，并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分。我的检讨是真诚的。但同时，我想在这里说几句心里话。我们学院选择将学员编入到396旅一营扮演红军，为待毕业的学员上一堂实战演习课，这是非常慎重的决定。原因是我们了解到，这是一支在革命战争年代战无不胜的部队，是一支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进取、焕发新貌的部队，也是一支最早开始合成营建设的部队。合成营建设是这次陆军转型的一项重大举措，必将使军旅营体制的独特优势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彰显，有力推动我们陆军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我坚决拥护。作为转型后的陆军，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们当然还有可能会夺山头，可即便夺山头，夺的也应该是21世纪的山头，是带有信息化攻防的山头，是现代战场特色鲜明的山头。而且，不管这个山头怎么夺，也应当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是胜负难分的比拼，
是势均力敌的对抗。可今天展现给我们的是什么呢？郭子健，赶紧给我下来！别，陈院长，让他把话说完。郭参谋，到，继续说，把话说透了。谢谢首长。我没有更多想说的了，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学员在军校经受了多年先进理论的感染和熏陶，难道你们就忍心让这些年轻的像白纸一样的未来军官，就带着今天这样的演习经验，走向未来战场，与敌人去搏杀，去拼命，去完成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吗？未来战场会给这样的经验签下通行证吗？你们作为这次演习的设计和执行的所有军中人，请扪心自问。作为军人，如果你们还有进取的血性，对未来的担当，还能坦然地面对如此糊弄人以及不负责任的行为吗？郭子健，我要提醒你啊，你今天可是来做检讨的，你就这么做检讨的吗？最后，我要在这里向一个人真诚地道歉，这个人就是这次演习的导调员梁鸿参谋。因为我的计划之所以能够完成并且顺利实施，主要的部分是借用了梁参谋导调人员的身份，他才是这场演习最无辜的受害者。梁参谋，对不起，我向你道歉。老同学，这回啊，我这脸面彻底是栽在你这儿了。你不要自责了。今天被郭子健这么一搅和，反而别有一番风景啊。你也不用替他开脱，也不用照顾我的面子。再怎么说，今天的表现，他确实是出格了。长期以来，咱们部队严格的管理体制、泾渭分明的职级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化的认知。很多不科学的传统，一旦约定俗成之后，很难改变。时间长了，很多同志的思想都会绕着走。郭子健这番话撕开了这个伪装，他的话不顺耳，而且句句戳心。说实在，郭子健身上真有你的影子。跟我说说他。这小子当过特种兵，干过侦察连连长，还在国际侦察兵比武中拿过金牌。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因为他专攻陆军新制作战力量编程，我们学院是花了9牛2虎之力才把他拿下的。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396旅准备的那些演习，在他眼里就是小儿科啊。这小子真本事嘛，肯定是有，但是你也知道，有本事的人毛病，在他身上也是特别的集中。不仅说话做事太过于自我，而且特别爱钻牛角尖。尤其他这个狗脾气，一直以来让我们学院特别的头疼。那你们这次打算怎么处置他？你放心，我们学院党委肯定会严肃处理的，绝不会姑息，一定会给你们集团军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么急啊？有这个必要吗？当然有这个必要了。事情本身也已经很清楚了，而且郭子健本人对这件事情也一直是没有异议的。所以老梁，处理意见最好是特事特办。特事特办。对啊，是应该特事特办。
风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冷与暖曾交织的酒里，远方和故乡，繁华与孤寂都不会容易。一年一岁，一朝又一夕，愿追赶之后相识与相遇，无法触及却不忍舍弃，化作漫长的期许。一点一滴，一次又一句，愿人还能相知也相惜。昨日一去，而明日再续，你说是否可以？一山一水，一城又一里，愿风雨之后相伴亦相聚，无需刻意，却不能忘记，化作漫长的寻觅。一草一木，一我又一你，愿时光能相忘也相依。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你说都会铭记。